丞相，我们曾一同想觐见皇上，救白云飞一命，不是吗？大将军，其实你和我有很多政见是一致的。白云飞若死，则天下大乱，想必丞相也曾经如此认为。是啊，那样的话，很难避免干戈。好在白云飞的头现在还在他脖子上。那么，丞相，司徒敬假传圣旨救人，目的是好的，结果也对社稷有利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大将军，我想你应该明白吧。不管他目的怎样，结果如何，假传圣旨就是不可饶恕的。否则的话，这结果……丞相，这个我明白，但你我也是心知肚明。只要丞相为小女在皇上面前说个情，那司徒敬必能保住一命的。哼，大将军，你可真是太高看我了。丞相，我司徒青云一生从不轻易求人，你也知道我爱惜颜面。可今天，我豁出这张老脸，恳求文丞相救小女一命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太唐突，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不少的过节。丞相，过去的事情虽然过去，但我还是要在这里跟你道歉。过去多有得罪，是我不好。您是宰相，肚子里能撑船，就请原谅我这鲁莽的武夫吧。大将军，您言重了。大将军的确说得不错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不要再提了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还阴差阳错的成了儿女亲家嘛。是啊是啊，我们还是亲家嘛。丞相，我保证，以后我会做个好亲家，就请您为小女说句求情的话。大将军，你今天这么屈尊，已经给足了我面子。若能帮忙的话，我是当仁不让。可是司徒将军，令爱司徒敬犯的是假传圣旨的大忌。你想一想，皇上已经下旨，有假传圣旨者必死无疑。这是对文武百官说的，也是皇上最后的决断。你看，这谁能改变得过来呀？唉，丞相，你我政见不合，由来已久，尤其在削藩的问题上，分歧尤大。我知道我的存在为丞相的施政带来了麻烦，所以我决定，只要丞相能帮忙救得小女一命，我便辞去大将军之职，带着老婆女儿归隐山野，终老一生，永不出山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你言重了。我文章绝无此意，让大将军黯然归乡。你也是朝廷的栋梁，这天下的太平也离不开大将军你呀。不，我是觉得自己已经老了，是该隐退了。求求你救救小女吧。好，司徒将军，既然你的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我不出头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好，司徒将军，我这就过去跟皇上好好说说。不过，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，还请司徒将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只要丞相出头，小女就能避免一死。多谢丞相成全，我这就回去打点行装，一旦小女出狱，我就辞官隐退。告辞。司徒将军，
请慢走。爹，我都听见了。司徒青云开的条件，真是太诱人了。辞官回乡，永不复出啊！他的话，爹还是别当真的好。不，司徒青云他一向是重守承诺，言出必行，别人的话不可信，司徒青云的话绝对可信。爹，难道你要放过司徒静？可是，在爹看来，这桩交易我们根本就不吃亏。司徒青云我们可以相信，但司徒静我们能相信他吗？不是司徒青云要带司徒静离开京城吗？爹，您别忘了，皇上曾经对司徒静过分的宠爱，大姐最顾忌的也是他。这个司徒静非常的任性，到时候就怕大将军都控制不了他。什么意思？只怕他前脚出了京城，后脚又回来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斩草要除根，要不然春风吹又生。可是，我们这样做，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皇上驾到！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请。二哥，三妹啊，这次不是二哥不肯帮你，这次的事实在太大了。二哥，只要不连累我的家人，我甘愿一死。三妹啊，这把岳飞他伤了你的好友安宁，侮辱了整个皇家，他自找没趣，死不足惜啊！你为了他而置自己于死地，不值啊！二哥，我们是磕了头的生死兄弟呀，情同手足。我宁愿自己死，也不愿意看到你们俩受到伤害。可二哥更不愿意看到你受到伤害。你就是掉一根眉毛，二哥也会心疼的。二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我知足了。我知道，二哥还爱着我。我非常高兴。我告诉你，我也爱上二哥了。我心里现在很美，有了这爱，便是马上死了，我也甘心。我司徒静没有白活。三妹，二哥，我知道家传圣旨，任谁也免不了我这样的死罪。就算最亲的人是皇上，也必须给臣子们一个交代。二哥，我知道你是来和我诀别的，我不怪二哥，我会笑着走上刑场的。三妹，大哥，你知道小龙虾这一死有多么壮烈吗？我救了我的手足兄弟，够壮烈。我让天下百姓免受干戈战乱，让千万人避免杀戮死亡，
也够壮丽。二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家传圣旨，也是为了你啊。大哥一死，云南王必反，齐国后随后，硝烟弥漫，生灵涂炭。二哥，你的位置岌岌可危。可小龙虾这一胡闹，战祸消于无形，二哥你的位置就保住了。只要你以后不杀大哥，这天下就永远是你的。要知道，我对二哥的感情是真的，所以我才会用生命去维护二哥的地位，而且心甘情愿。精彩！小龙虾活得有滋有味，混得痛快淋漓。安宁有你这个朋友，不虚此生。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白云飞和司徒静已是凶多吉少。如果你家公子死了，白无双，你还有脸回去见云南王吗？师父，我也是急在心里。我们家公子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就没脸回去见王爷了。你们家公子要是死了，你死10000次也毫无用处。那该怎么办？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。劫狱。对，把司徒静和白云飞从牢里抢出来，远走高飞。那不就反了吗？你怕反吗？白无双，你想想，如果你家公子被杀，你家王爷会不会反？公子若死，必反无疑。既然死不死都是反，为什么不让白公子活着呢？师父说的没错，我和阿莲也想过这样的办法，只怕人手不够，反而陷害了公子和司徒小姐的性命。你最快能找到多少帮手？我们有300人，全是精英，个个不怕死，都能以一当十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什么人，你不必知道。我劫狱是为了救我的徒弟司徒静。300人还不够，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如果再有200人，我相信这次劫狱一定能够成功。白无双，快下决心吧！反的不是你们一伙儿，劫了司徒静出来，我们也得反。相信我们，我们的实力很大，全天下各处都有我们的伙。少说2句。白无双，这狱我们说什么也要劫。如果你不愿意参加，我们就告辞了。至于你家公子的性命，我们就不敢保证了。好吧，豁出去了，反劫狱。我能召集200人，都是精英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。公主，以后怕是不能和你打架了。能不能再有打架的机会，还得问他。安宁啊，你知道小龙虾为什么敢闯这么大的祸吗？天生的。哎，才怪呢！什么手足情、兄弟义呀，那都是挂在嘴上好听的。可实际上呢，要是没有不丢命的把握，谁敢闯这么大的祸呀？你当小龙虾是傻的？你是说小龙虾是有了把握才敢闯这么大的祸？哎呀，这事儿都赖我啊！爱乱承诺，啊！当初结拜的时候呢，小龙虾和白老大都不知道我是皇上，啊！磕完头以后我就说了，哎，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。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大的危难，我必救他们俩一命。哎呀，当时也是随便说说的啊，可我看这小龙虾呀，是记真切喽。哎呀！大哥，我们结拜的时候，二哥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哎，你们都傻了吧？你们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以不记得呢？这事儿我都知道。白云飞，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我告诉你的。陈琳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这事儿我知道，他们是结拜以后皇上才说的，这我可以证明。
老爷，是不是有些舍不得呀？毕竟已经住了近20年了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人留恋呢。夫人呢？这物总还是死的，人才是活生生的。只要能救出静儿，这些身外之物就算不了什么了。说的是，静儿虽然闯了许多祸，但她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。为了她，我愿意舍弃一切。谢谢你，夫人。那文家的人真的会放过静儿吗？我提出的条件应该会让文章心动的，而且我已经递出了告老还乡的奏折。文章知道我是个信守诺言的人。文章也许会动心，可是文媚儿呢？老爷传信进来，说司徒青云想用告老还乡的办法换司徒静一命。有这事儿？这司徒青云去过我们家了。他说，只要我们文家放过司徒静这一回，他肯定带着司徒静离开京城，终生不回。这司徒青云真的舍得吗？听说司徒青云已经向皇上递交了告老还乡的奏折。哼，真是爱女心切。那我爹怎么说？老爷觉得这个交易并不吃亏，只要司徒青云离开京城，就没有人跟我们文家抗衡了。不行，这次绝对不可以放过司徒静。小龙虾是我天生的敌人，只要他活着，我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这次司徒静必须死。待会儿我写封信，帮我拿出宫。爹，大姐的意思跟我是一样的。可是，杀了司徒静、司徒青云，肯定不会和我善罢甘休。这块绊脚石太大了。可要是杀了司徒静的话，大姐在后宫的位置就能保住了，后宫就是咱们文家的天下了。到时候还有谁是爹的对手呢？那我就只好对不住司徒青云了。云南王起信，倾城圣上。云南王10万火急的血书，这就一滴血啊！顺子，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？皇上，这是威胁呀！威胁？威他个头！不过这倒可以拿给母后瞧瞧啊。朕的大将军要撂挑子不干了。这发生什么事儿？有消息说，司徒大将军向文丞相求情，让他放过司徒静一条命。大将军愿以辞官归乡作为交换条件。唉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行，就这样吧。你把这个血书还有这个辞呈一起拿去交给安宁公主。皇上，为什么要交给安宁公主啊？天色这么晚了，安宁也该去找母后请个安了吧？啊，拿着。是。这什么也没有，就一滴血。这意味着鲜血和生命。这白云飞要是死了，战事可是避免不了了。母后，你看朝中的边关大将，有谁能是齐国侯和云南王的敌手呢？这唯一一个有把握的，还是那个要辞官的。母后，您说就算不让司徒青云辞官，可若杀了人家心爱的女儿，
再让他上战场带兵，您能放心吗？安宁啊，看来你今天真是要不让母后好好睡觉了。爹，女儿，女儿向你们保证，报仇的日子就快到了。等明天劫狱成功后，狗皇帝和他的家人便会惶惶不可终日，睡不上一个好觉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哎呀，媚儿啊，今天什么装神弄鬼的日子，你得用这张大脸来吓唬朕呢？媚儿哪有吓你啊？这脸平时不就这样的吗？说的也是，你平常凶神恶煞就够吓人的了。哎呀，被你这么一闹，朕的觉都没了。哎呀，这一大早找朕有什么事啊？是姑妈让我来的，她想问那司徒静的案子。行，朕知道了。朕已经让顺子传旨下去，让你爹来主审此案，而且为了公正起见，还让司徒青云旁听呢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会有一个答案的。真的？那当然。这个时候，你爹应该已经升堂了吧？文丞相，我已经向皇上递了告老还乡的奏折。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那就有劳了，我会遵守诺言。司徒将军，请坐。请。带人犯！带人犯！属下，人犯带到，带上来。是。押进去。三案犯见了丞相，为何不跪？很抱歉，文丞相，在本少王爷爵位未割去之前，我还不能向你下跪。哼，你说的不错，你目前还是少王爷，可以不向本丞相下跪。司徒京，你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，见了本丞相不跪，你难道要罪上加罪吗？大丞相，你小声点儿，你把我的腿都吓软了。静儿，快下跪，求丞相开恩。爹，女儿跪爹跪娘都可以，这丞相不值得女儿一跪。好啊，你可真够厉害的。本丞相倒要听听，你有什么资格不向本丞相下跪？说来呢，我是大将军的女儿。大将军的女儿？大将军的女儿怎么了？大将军的女儿难道比丞相还要尊贵吗？说来呢，这大将军的女儿跪您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还有一个身份，我是当今皇上的义妹，好歹也跟公主搭个边儿啊。这公主呢是不可以向官员臣子下跪的，我说的对吗？哼，你现在说的很对，但是等过一会儿，你要是还能说出什么很对的话，那可才叫好呢。啊，这里只有我位卑官卿，我来给丞相下跪。陈总管，你就免了吧。谢丞相。哼，其实呢，这件案子本不必审了，因为事情十分明了，而且又有皇上旨意。不过这过程总是要走的。白云飞，你可知罪？知罪。亵渎皇家尊严，罪该万死。好，你知道就好。事关皇家荣誉尊严，你是侥幸逃得一死，但由于你的身份特殊，
所以你的命运要由皇上来决定。但愿你有好运气。那就谢文丞相吉言了。陈琳，你知罪吗？丞相，下官怕是有些犯糊涂了。你简直是犯大糊涂了，你有失察之罪。不过你是受蒙蔽的，念你一向忠于皇上，立功不少，本丞相就免你一死。至于怎样发落，还得请皇上裁定。陈琳谢过丞相不杀之举。司徒敬，你知罪吗？不知。你可真有意思，你都犯了欺君灭门之罪，你都不知。司徒敬，我可真佩服你的冷静。你也不错，够得意呀。静儿，你不会说句好话吗？爹，你以为说好话他就会放过女儿吗？不会的，就算我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，百般忏悔，他也不会放过女儿的。不信，你看看他那张老脸。说得不错，大将军，本丞相秉圣上的旨意，主审此案，只好公事公办了。文丞相，我可是答应了你呀，我已经准备好启程了。对不起，大将军，可是本丞相并没有承诺要做什么。目前皇上龙颜大怒，已经下旨，有假传圣旨者必死无疑。就算本丞相官职再大，也要看皇上的龙颜，也要看百官的态度。实在对不起了。爹，不要求他。司徒家就算什么都缺，但绝不缺志气。你可真是个厉害妞啊！好，我看你的志气高，还是我的钢刀快。司徒敬，你扰乱法场，假传圣旨，已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，判斩立决。文章，来人，在把司徒敬押出去斩了。是。慢着，二位，司徒敬假传圣旨，证据确凿，万死不足以罚其恶。你们二位还要为他说情吗？你们二位都是自身难保的人，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少费些心思在这些无用和徒劳的事上吧。文丞相，你这样问案，太草率了。我有何草率？丞相，你好像并没有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就这样武断地定司徒敬假传圣旨之罪，草率定案，恐怕不合规矩吧？哼，事实明摆着，难道司徒敬假传圣旨，这不是真的吗？文大丞相，我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假传圣旨了？你又有何证据证明我司徒敬假传圣旨呢？你真是不可理喻！铁的事实放在面前，你能翻得过来吗？我告诉你，皇上下旨杀白云飞时，太后就在皇上身边，而且太后陪着皇上一直到午时3刻，皇上根本就没有下旨赦免白云飞。如此看来，你手里拿的圣旨就是另外一个。司徒敬，小龙虾，你还有什么辩解的吗？我手里拿的是另外一份圣旨，皇上当时是没下过旨。那你还在跟我搅闹什么？丞相，事实的情况是，司徒敬传的是皇上以前下的一道旨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在我和皇上白云飞结拜的时候，皇上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既然是兄弟了，以后若你们遇到大危难，我必救你们一命。这是皇上的口谕，也相当于圣旨。这次白云飞生命垂危，不正是遇上大危难了吗？皇上说必救你们一命，那就是可以饶他一死。我司徒敬传的就是这份圣旨。这不可能啊！丞相，下官可以证明，皇上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当时在场，
我亲耳听到。文丞相，皇上的口谕难道算不得圣旨吗？皇上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吗？皇上的口谕当然是圣旨，皇上说过的话当然算数。不，这是他们信口开河。陈琳是当事人，他罪在其中，他的证词不可取。那我也可以证明，你一样也是罪人，证言无效。来人，把司徒敬给我押出去！慢，全都给我退下！大将军，你想扰乱公堂吗？文章，我看扰乱公堂的是你吧？他们已经提出了证据，是否属实，就应该要查清楚。哼，我已经说过，2个罪臣的证言不足取。哼，他们的不足取，还可以找其他证词啊。你不寻找就下令杀人，那就是视人命为儿戏。皇上让我听审，就是要确认审判的公正。今天有我在，你休想不分青红皂白的，就这样杀了我女儿。司徒青云，哼，你别抓住根稻草就当救命绳，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，他们说的全是谎话。除了他们，还有谁能证明那件子虚乌有的事情？这件事他们提到了，是皇上亲口说的，那皇上就应该知道是不是真的，皇上就是证人。不错，文丞相，公主也知道这个事情，我曾经当笑话讲给她听过。那好啊，证人还不止一个呢。文章，按照律法，你应该把他们暂时押在牢中，调查证据，押后再审。文丞相，无罪之人不可杀。如果你杀了司徒敬，我白云飞不管是活是死，我绝不放过你，我向天发誓。文丞相，皇上的性情我最了解，他最恨枉法之人。如果文丞相今天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意孤行杀了司徒敬，而日后查出司徒敬并非假传圣旨，那我预料文家的结局不会乐观。文章，你应该明白形势，有我司徒青云在，你休想杀了我无罪的女儿，因为我司徒青云的宝剑也不是吃素的。你居然敢威胁我！我司徒青云一生战功显赫，杀人无数，你以为我会杀人是开玩笑的吗？丞相，下官以为这案子押后再审为妥。暂且把他们3个押回狱中，退堂。你们要保证，我们的计划绝对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。听见了没有啊？你们2张四面透风的嘴，绝对不能告诉第4个人知道哦！我告诉你们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准再多说一句话。哎，万人敌，我们俩绝对漏不了口风，只要你那张破嘴别胡说八道就成。对，万人敌，以前出事儿都在你身上。我告诉你们了啊，我万人敌这张嘴是言不透风的，什么秘密只要告诉了我，就等于埋进了18层地狱啊！连阎王爷想要掏出来都很难。好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相信3位都是大英雄，你们是绝对不会泄露秘密的。师傅，您放心好了，把他们2个的嘴巴缝起来，包在我身上。你们听好了，今天夜半子时我们就行动，把司徒敬和白云飞从牢里抢出来。劫狱啊！太好了！我第一个冲进去，我会把那些狱卒打得晕头转向，把那些鬼栏杆一根一根的掰断。我会趁小龙虾在锅里面还没有熟之前把它给捞出来。啊，对，这拼了命也要把小龙虾给救出来。
好，大不了把命搭上，为了小龙虾值。3位的高义我领教过了，但是劫狱的事，我们已经布置了充足的人手。我请3位做的是更重要的事情。不是，有什么事情比冲进去救小龙虾还要重要的呢？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先引开城中兵丁的注意力。我请3位英雄子时在几个重要的地方放火。你们把火放得大一些，争取把大狱附近的兵调过去救火。只要附近的兵一走，我们的人就足以把司徒静救出来。没问题。放火的事儿，咱们哥们儿最在行了。我去烧刑部，只要那边一着火，附近的兵肯定去救火。我去烧兵部，当兵的更得去。对，我去烧文章府，让那个老东西再也不敢欺负小龙虾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今晚子时，南门也会被我们占领。你们放完火就到南门去接应小龙虾，然后一起出城。看来我们真的要跟小龙虾去流浪了。我才不怕呢！我不是怕。对啊，跟小龙虾去哪儿都一样嘛。如果事情有变，放焰火为号，取消行动。上天保佑，到时候不要让人家小孩子放烟花了。这事儿我知道啊，是那天白云飞在御花园告诉我的。他说，当时哥哥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，还以为哥哥在吹牛呢。后来知道哥哥就是皇上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这不等于给了他们一道免死金牌吗？安宁，你说的这个话是真的？舅舅，你怎么怀疑起自己的外甥女来了？不，你可要知道，白云飞要抛弃的人可是我呀，我才是最恨他的人呢。要不是真相，我才不会帮他呢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不说出来，哥哥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皇上驾到！臣参见皇上。哥，行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跪了啊！谢皇上。见过母后。你也上来坐吧。皇上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叫你过来吗？儿臣听说了。皇上，您真的说过救他们一命的这个话吗？哎呀，朕当时啊也是一时冲动啊，以为认识了2个好兄弟嘛，他们互相带了礼物去赠送，朕什么也没有带，也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就随口许了个承诺，没想到他们当真了。那可相当于免死金牌了，谁会傻到不当真啊？可这只是个口头约定，没有物证啊！哎，母后啊，咱们如果抵死不承认，他们也没辙啊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哎，这办法可不好。皇上金口玉言，怎么能说了不算数呢？再说当时安宁、陈琳和白云飞都在，刚才在殿上，司徒青云和官员们都在，我们怎么能够不守信用？这不让天下人耻笑吗？是，母后您说的是。那，舅舅啊，那您说呢？这皇上说过的话，即便是一句玩笑话，都非得要兑现吗？皇上说的话当然要兑现了。那司徒静就不是假传圣旨了，白云飞也可以捡回一条命了。那，舅舅您看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皇上和公主都有人证。太后，我看我今天是很愚蠢呐。哥哥何出此言呢？这也是他们命不该绝。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？这白云飞欺负了我们皇家，到了我还要放了他。你说我这心里是滋味吗？我看皇上您可是个慈悲的皇上啊。那，行，如果舅舅和母后都觉得这么算了不甘心的话，朕还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这件事儿啊，因为朕过去的承诺，只好不了了之了。可咱们饶了他们一命，他这招就不能再用第2回了。对，这第2回呢就没这么便宜了。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再问一次白云飞，问他要不要去安宁，他肯定还是拒绝呀，咱们就可以再杀他一次。这次啊，谁都救不了他了，就算是司徒进去了，那也是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呀。对，好主意啊！如果母后和舅舅认为白云飞该杀的话，咱们就再杀他一次。
舅啊，您是丞相，那您决定吧，这白云飞是杀还是不杀？当然不能杀，那样会引起天下大乱的。是啊，我们皇家的颜面还是没有天下的安危重要啊。哎呀，那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？那司徒静呢？既然他没有假传圣旨，这大将军的女儿也不能杀。这现在天下这么乱，我们还得指望司徒青云为我们保住江山呢。哎呀，真是太便宜他们了。哎，媚儿说的是啊，这样真是太便宜他们了。那不如这样吧，把他们都多关一阵子，让他们多吃点苦头，省得以后胡来，好不好？这样也好。师傅，200人已经召集完毕，随时听候你的命令。首先分成4队，各50人，一队最好的跟我们100人劫狱救人，一队监视兵营，有来援者则打伏击。我这边呢也出50个人，一队去夺南城门，一队在城外接应我们。我们到云南边界再分手。阿莲，秋心，有新情况。什么新情况？应该是好消息吧。老爷刚才回来说，小姐和白公子大概有救了。真的？老爷他说啊，好像皇上以前许过一个诺，说是可以饶过白云飞和小姐一次死罪。这回小姐救白云飞不算是假传圣旨。是这样，那白云飞和司徒静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被放出来了？好像还没那么简单。宫里的顺公公传话来，可能还要关他们一阵子。夜半子时，等万人敌他们放火后，兵营的兵一出去救火，我们就杀进监牢救人。夜半子时，等万人敌他们放火后，兵营的兵一出去救火，我们就杀进监牢救人。师傅，我们主仆2人的身家性命，可都压到你的宝上了。秋心啊，那赶快去告诉静修师傅和白无双吧，我们不用劫狱了。阿莲啊，师傅已经通过刑部的衙役听说这件事了，他很高兴。现在他已经跟白无双出城去解散召集的人手了。啊，是吗？啊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那你先回去听消息吧，师傅一回来，我马上就通知你。好。秋心，师傅，刚才那个是阿莲吗？是阿莲，他告诉我说他要和我们一起去救司徒静，我让他现在先回家等着，我们出发的时候再通知他。好，白无双，咱们就分头通知吧。好，无双告辞。师傅，他现在去召集那200将士去了。没错，他们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，今天晚上会是一场恶战。太好了，绝妙的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这首曲子很好听，不过还是有一点幽怨。你听出来了？今天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安宁啊，朕刚刚吹的是一首思念人的曲子。那个人美丽又可爱，让人一想到就充满了愉悦之情。只可惜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见到他呀。哦，你在想司徒静了。安宁啊，你知道吗？哥现在心里充满了幸福啊。他今天跟你说什么了？昨晚他告诉哥，他也爱上我了。
好幸福啊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？是啊，所以哥现在整个人像泡在蜜糖里一样了。那么想人家，干嘛还要多关人家一阵子啊？那是给舅舅和文妹儿一个台阶下啊！咱们舅舅丢了大面子，哥要表现得十分高兴，那也不好嘛。再说母后毕竟顺了咱们的心意，咱们也得给她一个台阶下嘛。啊，那多关一阵子就是好台阶了。哎，那叫策略。只可惜呀，没有办法马上见到小龙虾了。好，为了小龙虾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兄弟，我们干事从来没有分开，这是头一次，小心点啊！万人敌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，你们要自己保重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去烧刑部，八虎，你去烧兵部，熊二其他就由你来负责了。记住，放完火一定要跑出来。如果跑不出来的话，万人敌就从地狱里面把你们挖出来。万人敌，你胖跑不快，你自己才要保重啊！是万人敌，如果我们俩看不到你，绝对会找你算账。好，等小龙虾出来，咱们一起闯天下。走走。师傅，差不多到时候了，所有的人手都已到了指定地点。初心，不是通知阿莲了吗？通知了。他说他会到集合地找我们的，不用等他。阿莲不是个性子很急的人吗？可能是府中有事吧，也可能是他要收拾些公主的东西，很有可能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出发。大哥，你肯定二哥没有说过那句话吗？我肯定，他从来都没说过。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我们这儿有3条命，为了21级浮屠的功德，这个谎撒得值。这么说，他是为了救我们才撒下弥天大谎的。大哥，你好好的叹什么气呀？皇上实在太厉害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从我一进来，我就认为皇上一定会救我们，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。在我看来，这假传圣旨就是一个死结。我站在皇上的立场上，想破了点子，却想不出什么办法。我认为这个残局连皇上也收拾不了，到头来我们3个人的命都会搭上。可现在呢？我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他会从假传圣旨上做文章。一个谁也弄不明白的诺言，其实不过是杜撰出来的虚言，却让太后、丞相、文武百官谁也说不出话来。这千难万难就这么迎刃而解了。我白云飞实难望其项背。皇上是天下最聪明的人，他想做的事一定会办到。所以说，谁要想和他作对，那一定死得很难看。我竟然有个这么聪明好心的二哥，真是太幸福了。三妹，什么啊，大哥？大哥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昨晚皇上来看你时，他跟你说了些悄悄话。想来真够傻的，死到临头了还说什么悄悄话？那你能告诉大哥说了些什么吗？我昨天跟二哥说我还是有点不想死。你说的是这个？可我觉得昨天晚上你跟皇上都怪怪的。一个要死的人，一个撒大谎的人，说起话来怎么能不怪？这件事还不能马上让大哥知道，他会受很大打击的。我要等他跟安宁真正好了以后，再告诉他我跟二哥的感情。哥，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像个女人啊？是啊，凡事都小心翼翼的，是有些女人气。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
凡事小心总没错嘛。可你知道吗？凡事都小心啊，那团麻就会更乱。你要是想什么都理出个头绪啊，那不累死人才怪啊！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快刀斩乱麻呗。你不是想快点见到小龙虾吗？下令放人不就完了？有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那跟你比起来，哥还真是女人气了啊！师傅，可以行动了。出尘，通知大家做好准备。是。师傅，我也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师傅，师傅，阿莲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秋行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阿莲，我是不想让你冒险。不，这不是理由。怎么回事？他骗我说，你们已经撤销了行动。秋行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师傅，我是怕阿莲影响我们的计划。师傅，小姐和白公子，阿莲，我们快行动吧。阿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和白公子没事了，很快就可以出来，根本用不着劫狱。什么？真的？道听途说未必是真的。哎，你们看，秋心，快放焰火，通知大伙取消行动。师傅，我没带。你，师傅，我带了。哦。师傅，陈琳认识我，我必须躲开。你给我回去闭门思过。阿莲，今晚的事别让小姐知道。为什么呢，师傅？我不想小姐胡思乱想，记住，千万别说出去。是师傅。真是太好了，小姐啊，小姐，阿莲，师静儿，出来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怎么想起放烟火？这不是庆祝你们出狱吗？死里逃生是该庆祝一下。三妹，我送你回去。师傅和我同路，我们一道回去就是了。有劳你照顾三妹了。白公子放心，静儿在我身边不会有事的。小姐，你能出来太好了。静儿，到家了，进去吧。等师傅走了，我再进去。走吧。三妹。
你知道二哥有多想见到你吗？我的一颗心也都在二哥身上。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。三妹，二哥发誓，从此相连，一生呵护，永不相弃。不，绝不能让他们这样。今天晚上是刺杀皇上的好机会。可是，杀了一个皇上，真能解决问题吗？公主一定会为此而受伤害。更何况，公主是皇上救出来的。好，就为这个，今天晚上不杀他。阿莲要是晚来一步，京城今晚就大乱了。我一直在想，那个静修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一夜之间就能召集300勇士，这不比我们云南王府的京城势力还要大吗？可不是，我都惊呆了。看来这个静修是一个江湖组织里的大人物啊。可在我们掌握当中，江湖帮派里没有这样的人。这个组织里都是些生面孔，一定是个秘密组织，而且里面还有不少女人。上次刺杀我们那些人的头领，好像就是个女人，很有可能就是静修。可能，她的身材很像，射箭功夫一流。他们为救司徒静不怕反叛，一定是一个反朝廷组织。这就是他们要杀我的原因，一定和前朝有关。静修的那个叫秋心的徒弟还说想和我们联手，看来江湖上有一股很大的势力在立志推翻朝廷。可是我想不明白，静修跟司徒静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不是师徒关系吗？没有那么简单。静修对司徒静非常特别。如果静修就是要杀我的那个人，那他几次放弃杀我的机会，就是为了司徒静。他在暗中保护司徒静，而且现在为了司徒静，不惜一切公开与朝廷为敌，是够奇怪。司徒静在静修那儿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呢？她一个将军的女儿，按理说不应该的。此事一定另有隐情。无双，你马上去调查一下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好。三妹，你知道吗？即便是整个江山，在我眼里也不仅你一个人。你总是说的好听。怎么，我做的不够好吗？还说呢，差点没被你杀了。哎，二哥怎么可能会杀你呢？我就是不做皇上，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我知道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早知道你会救我的。我希望我们以后能永远像现在这样，永不分开。在狱中我就下定决心了，既然我真的爱上了二哥，就要终生守在你身边。只要你守在我身边，就永远没有黑夜，就永远只有光明和快乐。感谢上苍垂怜，幸福永远。二哥，我才知道，爱竟然会让人这么开心。二哥真是开心死了。我们先不要告诉白大哥，好不好？啊？为什么不让他死了这条心呢？我不想让白大哥这么不开心。我们还要想办法撮合他跟安宁呢，他们俩真的很配啊。你这么有信心呢？
我当然有了。等把他们俩撮合好了，我们再把这件事情告诉白大哥，好吗？行，都听你的。其实我感觉最不舒服的，就是三妹对皇上的态度。什么样的态度？我说不上来。不过那一天他们二人在天牢里说话的情形，让我感觉很不好。不好？对。我怕三妹对皇上已经有感觉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司徒静已经喜欢上了皇上？但愿不要这样，无双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能没有司徒静。我知道。你为了他宁可去死？不，我不会这么莽撞的。我要改变一种方式。改变？对。我一直在找皇上的致命弱点，我想我已经找到了。那就再用智能跟他较量一回。秋心，我对你已经不是失望，而是忍无可忍。天大的事情，你也敢擅作主张，蒙蔽师傅，在形势还不是最有利的时候，你却要逼着我们孤注一掷。师傅缺少的就是孤注一掷的精神。如果今天我们结了狱，云南王必反，而我们也多了一个强大的盟友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但在一个有秩序的组织里，绝对不允许有背弃原则、擅作主张的事情发生。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，那就是一盘散沙，是乌合之众，什么大事都做不成。师父，你应该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师父让徒儿怎样负责？门规是怎样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要么自断手臂，要么被逐出师门。你我师徒缘分已尽，你走吧。帮里的事情你不得向外透露一点。若是因为你而使本帮失利的话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师父，你就可怜可怜徒儿吧。除了师父，徒儿再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。离开师父，徒儿这灭门之恨让我如何去报啊？就是因为你的仇恨，才蒙蔽了你的双眼。师父，徒儿知错了，徒儿再也不敢蒙蔽师父了。求师父给徒儿一次机会，求求你了，师父。秋心，帮里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如果不惩罚你，要我如何向其他人交代呢？好，我愿意接受惩罚，但是我不愿意离开师父，我宁愿自断一臂。师父，徒儿难道自断手臂也不行吗？这手臂暂时留在你的肩上，如果下次再犯同样的错，我绝对不会饶恕你的。我本来以为真的没命了，后来听你说的那个无中生有的许诺，才知道你早就有了救我之心。不光是要救你，还要救白云飞呢。二哥，我这次真的很让你为难，是不是啊？可不是嘛，我这是流汗又流泪啊。好在这些棋都没有走错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想通，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。白云飞拒婚，我虽然生气，不过并不想杀他。是母后以性命相逼，我才不得不下令杀人的。最后，我只好给陈琳和顺子一些暗示，让他们想办法把白云飞的命给保住了。你可难死他们俩了。我知道他们俩也没什么好办法，所以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去找你。看来我早就在你的棋盘上了。我知道，除了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怕是真没有人能够把白云飞从这刀上拉下来了。还好，
他们真的找到你了。那也好险呢，我们的车跑错路了，要不是陈琳硬扛着说时辰没到，白大哥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可委屈你了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还要冒死来救人。谁让我是傻子呢？愿意当你的妻子。其实这件事儿最难的还是母后那儿啊。母后真的是气坏了，她是个十分烈性的人，从不肯受人半点侮辱。那你是怎么说动她的呢？我也会流泪啊！我就当那白云飞已经死了，就大哭什么兄弟之情，再说了藩王必反的结局。母后当时就后悔了。我明白，只要白云飞还没有死，他这命就算是保住了。还有呢，那个白无双还假传了什么滴血的文书给我，我也把它通通拿去给母后施加压力了。至于你这儿呢，只要让大臣咬住的假传圣旨说不通，你也就没事了。你说的简单，我们都差点绝望了。三妹，你要记住了，只要有二哥在，任何事情都是有希望的。我记住了，你这吹牛大王。安宁啊，哥，天都快亮了，你怎么还不休息？有人欢喜有人忧啊。瞧你乐的，10天不睡觉也没问题。我也是半点睡意都没有，可惜是愁的。哟，你愁什么呀？咱们的准驸马人头也没有落地，你的好朋友小龙虾也回家了，还有什么好愁的呀？唉，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。我哪像你呀，那么春风得意的。哎，你现在和司徒静在一起，感觉还好吗？哎呀，好的没话说呀。哎，安宁啊，哥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活着可以这么有意思啊。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喜欢的人，而那个人呢，刚好也喜欢你。那这么说，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定情了？那是，你等着瞧吧，咱们皇宫啊，肯定要热闹了。司徒静要是进宫来啊，还真有热闹看了。是啊，一定会妙趣横生的。是打破脑袋吧？怎么说呀？你想啊，文媚儿能干受着吗？母后那一关你就不好过。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也不必急在这一时啊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咱最亲爱小妹的事儿。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什么事儿？哥和司徒静都商量好了，我们两个决定用最有效的方法成全你和白云飞。算了吧，反正人家也不稀罕我，我还是当我一辈子嫁不出去的老公主算了。别，哥还真觉得司徒静说的有道理呢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和白云飞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，天生一对红眼冤家呀。哎呦，别那么没自信嘛。你看哥的手段，还不把那白云飞手到擒来？那我就安心的回去睡个好觉啦。去吧，我最出众的小妹，你都不知道你哥有多么的佩服你呀。哎，我哥呀，就是嘴巴甜，怪不得能把司徒静哄到手呢。你呀，哎呀。我们暴露了实力，白云飞开始怀疑我们了。如果云南王真有反叛之心的话，那倒不怕，他巴不得多一点反对势力。现在我最怕的就是白云飞跟皇上论交情。白云飞会出卖我们吗？总之要防一手，你让其他人千万不可以暴露行迹，行动不能明显，已经暴露的要注意隐蔽。好。不过有件事还是让我担心，是秋心吧？
秋心的确让我不放心，可我是另有所指。那是什么？公主喜欢上了皇上，这怎么可以？所以我们一定要阻止她，不能让她再进一步了。怎么阻止？感情这东西实在不好说呀。我们也该给静儿讲讲历史了。你打算从哪段开始讲？在我们起事前，有些东西应该灌输给公主，至少让她知道善与恶。善与恶，我明白。你真的明白？比如说呢，师傅爱惜静儿，教静儿武功，救静儿性命，行的就是善。静儿呢，剥橘子给师傅吃，是真心孝敬师傅，也是善。如果静儿不知报答师傅，自己吃橘子，而把橘子皮给师傅吃，那就是恶。说得不错，可师傅今天要跟你说的是大善大恶。怎么个大法？大到天下苍生，大到朝代更替。这么严重？静儿，你知道当今皇上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吗？是先皇传的呀。可是先皇的天下又是怎么得来的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师傅说的朝代更替。我知道先皇的天下是从前朝君主手里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一个臣子不忠不义，弑主谋反，据天下为己有，手上沾满了血腥。这就是师傅说的大恶吧？难道不是吗？师傅，你是前朝过来的，所以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，是吗？你现在还思念前朝吗？静儿，师傅是在跟你说弑君谋反这件天大的恶事。师傅，还请你原谅，静儿不能像您一样的设身处地去想这件事情。我只是要你明白什么是善与恶。我只是知道每个朝代的更替都会流血，都会有杀戮和死亡。每个开国皇帝原来不都是臣民吗？商汤、周文王、曹操、李渊，哪个不是臣子？他们的江山不都是夺来的吗？可他们不都被称为圣贤吗？师傅，前朝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们不是皇家的人，这件事情太伤脑筋，别想了。不如我们……不，静儿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一定要有正确的善恶观。太原的历史我不管，我要说的是本朝江山的取得，那是最恶劣的窃国。你知不知道，前朝的皇上有多么好，皇后又是多么贤德？才怪，师傅，前朝皇上要是好的没治，这天下能给他弄丢了？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他要是得了民心，谁敢造他的反啊？师傅，我清楚得很，一个在位的皇上，如果真得了民心，那谁也不能从他那儿窃得江山。每个朝代到最后一个皇上时，那民心肯定散了，百姓活得很艰难，保命都成问题，还谈什么忠君爱国？可是，师傅，这件事我听爹说过，前朝末期皇上任用奸人佞臣，忠良受害，民不聊生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哀鸿遍野。好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师傅，不是这样吗？你知不知道那时的皇上是上了奸人的当？他居然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，这个皇上当得够差劲的，丢了天下也没什么稀奇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这么说了。那个前朝皇帝只是可怜，只是窝囊而已。你根本不明白。我只是个小混混，懂不了什么。可是师傅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的皇上肯定比你说的那个窝囊皇上要强100倍。胡说八道！怎么不是？你看当今皇上就是我二哥，多英明，对百姓多重视。就说难民的事儿吧，他亲自出马，又命丞相从国库拿出钱来赈灾，百姓都拥护他。拿国库的钱来买好，谁不会啊？你那个前朝皇帝就不会啊。再说我那个二哥皇上，真的师傅省吃俭用，舍不得乱花1文钱，吃的穿的也才过得去。你别看我平时总说他抠门小气，
其实我挺佩服他的，自己带头节俭，就怕给百姓增加负担。他不过是为了他的江山着想。你那先皇就是不为自己江山，所以才丢了。你不许这么说先皇。好，师傅，我们不提那个窝囊废了，就说我的二哥，他这个人不仅聪明，而且仁义。假仁假义。师傅，说句良心话，皇上想方设法成全我哥和文强，他是假仁假义？他想尽办法救我和白云飞，也是假仁假义？他是别有目的。谁没有目的呢？师傅，静儿闯了那么大的祸，能死好几次了，不都是二哥想办法免了我的死罪吗？我说过了，他别有用心，他的目的不纯呢。师傅，那你说他有什么不纯的目的？他对你好，不过是想让你进宫陪他。师傅，你都知道了。静儿，他们用卑鄙的手段夺了人家的江山，这种人你不可以和他们结亲。师傅，静儿不敢苟同师傅的说法。天下唯有德者居之，谁有德，有百姓拥护，那就坐江山，有什么不可？什么德？他们的手上沾满了前朝皇族的血。好，就算是，那也是死去皇上的事儿了，跟我二哥没关系。我二哥他是个好皇帝。他在骗你，他这么讨好你，不就是为了让你进宫吗？静儿，你可别上当啊！我没上当，我知道二哥是喜欢我的，是真心的，是纯洁的，没有什么可耻手段。静儿，你太天真了。师傅，静儿看得很清楚。你中他的毒太深了。你现在很喜欢他，是不是？是，我是很喜欢他，决定要和他在一起，因为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天真的女孩都会这么说的，上了当还沾沾自喜。师傅，静儿告诉你一件事，不是2件事，你就明白了。好吧，你说。皇上第一次向我表白喜欢我时，我非常生气。我以为他让我进宫只是为了让我帮他对付文美儿，是目的不纯，不是真的喜欢我。我气急了，就大骂了他一顿，并发誓绝不跟他在一起。你做得对，他的目的就是不纯。后来仔细想想，其实他是真的喜欢我，但是这只是我心里想的。接着我哥和文强被抓了回来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为了救我哥哥，我决定把自己豁出去了。我跟二哥说，只要他成全他们，我就心甘情愿进宫陪他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傻呢？你是自图糊口。他一定笑死了。不，他没有笑，他当时很生气，他斥责我，拒绝我，并发誓绝不和我做感情交易。是吗？对，他生气的样子很吓人，是真的生了气。后来的事，师父已经知道了。其实呢，他早就已经想好了帮我哥和文强的方法，但他却放弃了让我进宫的机会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时我就知道他是真心喜欢我，没有卑鄙，没有目的不纯。师父是吗？所以你就不可救药的喜欢上他了？像二哥这样英武聪慧又有爱心，对我百般呵护的人，静儿能不喜欢吗？师父，您怎么了？你已经陷入感情中不能自拔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今生今世我们都会在一起。谁劝你脱身，都不行吗？师父，你知道静儿的性格，敢爱敢恨，恨极了要杀人，爱上了就永远不变心。师父，静儿碰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人，不是好事儿吗？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。师姐，劝动公主了吗？劝动了，
这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啊？是他快把我劝动了。把你劝动了？我跟他讲窃国阴谋，讲善与恶，应该讲啊。可公主告诉我，前朝丢了江山，是因为先皇失了民心，是因为先皇不辨忠奸，咎由自取。公主，她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因为她还不知道自己是前朝公主。初晨呐，你说公主分析的有道理吗？她是有些道理。公主还告诉我，每一个开国皇帝的手上都沾满了血腥，可他们只要顺应民心，就能成为圣贤。好像有点道理。可本来是我要给他讲道理的呀。那反了？本来我们目标坚定，为正义不惜牺牲一切。我们一直认为复国是责任，是大光明。可是，公主的话让师姐动摇了。我没有动摇，但是心里有些不安。以前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站在前朝忠君的立场上，从没站在公主所站的角度上。公主不知内情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公主可能旁观者清。也许是那样。公主还把现在的小皇帝和先皇比较，我真是无言以对。为什么？从小皇帝所做的事来看，他确实像公主说的一样，才智超群。初晨，看来先皇真是没法和小皇帝相比呀。这个小皇帝的确是有两下子。何止两下子？初晨，公主已经不可救药地喜欢上小皇帝了。真的？我听公主说，小皇帝也是真心地爱着她。那怎么办？如果公主不是公主，那他们看起来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不，他们是天生的仇人，势必要斗个你死我活，这是他们的宿命。秋心呐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闭门思过去。师父，今天就算你断我2条手臂，我也要说，公主身负血海深仇，国破家亡，她的宿命就是要报着亡国灭种之仇。她和小皇帝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之后，他们要用血和剑来奋战，誓死搏杀。秋心，我们也一样，报仇复国是我们的宿命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师父，徒儿说的对吗？对，是宿命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。什么？杀掉小皇帝，永绝后患。这司徒禁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媚儿，我们的胃口太大了。其实我明知道皇上对小龙虾好得不得了，可是我们还是处心积虑要杀掉他。如果我们当初退一步，接受司徒青云的条件，在皇上面前给司徒静求个情，卖他个顺水人情，说不定司徒青云已经带着司徒静归隐乡野了。哎呀，都怪我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。是啊，正所谓欲速则不达，此言不虚啊。那爹，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媚儿，我们以后可要小心了。我们以前还是太轻视皇上了，他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英明神武得多。他先是在众大臣面前压下我的气焰，然后又不动声色地救了小龙虾。看来他已经早就算计好了。要不是啊，他以前许的那个愿。媚儿，我到现在对这个愿都十分怀疑。爹，你怀疑什么？我怀疑那个愿根本就是他们杜撰出来的。我打听过，审判前一夜，皇上和安宁公主到狱中探望过司徒静。真的？是啊，只怕那个时候司徒静才知道，曾经有一个什么皇上以前的口谕。对，事情最有可能是那样的了。媚儿，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，司徒静以前受过伤。对，是弟弟他。嘘。司徒静是受了伤去救白云飞的，然后皇上下旨把他关在了牢里。可同时，皇上又把一个御医关在了司徒静的隔壁，专门负责司徒静的疗伤。
这皇上啊，就是这么爱惜司徒静。